我先天性心脏病加过敏性哮喘，走3步就得喘2喘，受点刺激就能直接休克进 ICU。6岁那年，巷口抢东西的小混混夺了我手里半块馊面包，我倒地抽搐，翻着白眼喘不上气，吓得那混混连夜跑出了城区。碰瓷啊！10岁那年，收保护费的地痞堵了我的路，嫌我掏钱慢，我一口血吐在他脸上，两眼一翻，直挺挺栽下去，连呼吸都停了几秒。杀人了！杀人了！快来人啊！出人命了！之后，警察叔叔把他当成了杀人犯。我不是杀人犯，他诽谤我，他碰瓷我呀！病秧子出街碰瓷了，大家快跑啊！之后街上的人见了我都绕着走，生怕被我看一眼就赖上。直到我被找到是顾氏集团流落在外18年的真千金。我的女儿，你受苦了，是妈妈对不起你，怎么就把你给弄丢了？哟，这就是刚从乡下接回来的姐姐吗？去，跟姐姐打个招呼。不关我的事儿，我就是想让狗跟他打个招呼。还好，还有口气。这病秧子装什么死？刚回来就想吓坏雨柔是吧？赶紧给我爬起来，没完了是吧？说我装是吧？行，那我就死给你们看。我女儿流落在外18年，刚回这个家就被你们顾家的人吓成这样，我跟你们没完！装什么装？喘2口气不就缓过来了？在乡下讨饭的时候没那么金贵，回了城倒端起来了。顾元宵，再敢多说一个字，我撕了你的嘴！家庭医生呢？叫医生，立刻！曼晴，你消消气，雨柔也不是故意的，小孩子家闹着玩罢了。知薇这身子本来就弱，哪能怪到别人头上？闹着玩，我女儿要是有个3长2短，你们全顾家都赔不起。苏总，急性哮喘发作，加上心脏受刺激爆破，暂时稳住了，但必须立刻送医院。我来开车。妈妈在。顾雨柔，这笔账我回头跟你慢慢算。装模作样，我看他就是故意的，想博同情。哼，姐姐好像很不喜欢我，早知道我就不牵狗出来了。真是个灾星，刚进门就闹得鸡犬不宁，跟当年大师算的一模一样，就是个客家的命，留着也是个祸害。苏总，别墅后院监控已经让人去调了，牵引绳是顾雨柔故意松开的。裴姬，这次谢谢你。应该的，顾小姐比我想象的还要弱。病人暂时脱离危险了，但先天性心脏病合并重度哮喘，这次刺激太大，伤了根本。这是病危通知书，家属签一下。往后必须绝对静养，不能碰过免源，更不能受气、受惊吓。再这么折腾一次，恐怕就救不回来了。以后得靠进口药长期养着，半点马虎不得。放飞的风筝，怕你心痛才自由。曼心啊，一个病秧子而已，别太小题大做。雨柔还小，不懂事，你一个做长辈的，跟他计较什么？差不多就得了。好得很，既然你们不念亲情，那就别怪我掀了顾家的天。顾家老宅18年前的产房记录，我要全套。
妈妈，我都躺1周了，骨头都躺软了，什么时候能出院？出什么院？医生说了，你这次摔得太重，脏器挫伤，心脏也受了撞击，别想那些有的没的。那什么时候能出院？再住3天，3天后妈妈亲自接你回家。妈妈，3天太久了，明天好不好？我保证回去以后不乱跑，你说什么我都听。你呀，刚回这个家的时候倒没见你这么会撒娇。明天不行，医生说了，妈妈叫妈妈也没用，再撒娇就多住1周。那还是3天吧，妈妈，3天后你说话算话。算话？妈妈什么时候骗过你？3天后风风光光接你回家。这张地毯撤了，换浅橡木实木地板，铺好了再盖一层米白色长绒毯。我女儿哮喘，一点毛絮都沾不得。窗台那些带毛的摆件全收走，窗帘换双层，纱帘加遮光帘，空调出风口拆下来重新清洗，墙角所有角全部包上软边。还有，主卧门外安排1个人守着，除了我和裴蜜，任何人不能进这层楼。是，苏总，今天之内全部到位。我女儿要回来住了，这里不能有任何闪失，去吧。你先到私人庄园休息一阵子，等养好了再说。刚回来就赌，倒显得我怕了他。戏才刚开场，哪有主角中途退场的道理？开慢点儿。夫人，二小姐她跑到顶层露台上去了，说自己对不起大小姐，没脸活在这个世上，要跳楼谢罪，已经闹了快2个时辰了，谁劝都不听。顾之威，你还有脸回来？要不是你刚回来就给雨柔甩脸子，他能想不开去跳楼？赶紧给我上去给雨柔道歉！顾言笑，你放肆！我女儿刚出院，你再敢吼她一句试试！妈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护着她？雨柔在上面站了2个时辰了，万一真摔下来出了事，这个家就散了。先让之威上去说句软话，把人劝下来再说。曼心，家事要紧，先让之威上去道个歉，把雨柔哄下来，有什么事回头再说。老把戏了，1哭2闹3上吊，白莲花的惯用伎俩。没事，妈，我上去看看。我倒想看看他这出戏打算怎么唱。姐姐，你终于来了！我知道我占了你的位置18年，现在你回来了，大家都喜欢你，没人再需要我了。爹爹、大哥、二哥，你们别逼姐姐了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活在这个世上。等我走了，你们就好好跟姐姐过日子，不用再惦记我。雨柔，你别胡说，在二哥心里，你永远是我唯一的妹妹。这个病秧子连你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。快下来，上面危险！有什么事爹给你做主，不许做傻事儿。我不下去，姐姐恨我，她容不下我，我活着就是个笑话。姐姐，我知道你气我，我跟你道歉，对不起。你别生爹爹和哥哥们的气，要怪就怪我。2个时辰了，栏杆都站热了吧？真跳的话，我就不站这耽误你了。顾之威，你是不是人？雨柔都这样了，你还说风凉话，我看你就是盼着她死。你给我过去！今天你不把雨柔劝下来，我跟你没完！我靠，好高，我晕！志威，叫救护车！快叫救护车！我女儿要有个3长2短，我让你们所有人陪葬！
苏总已经叫了救护车，心胸外科专家正往这边赶。妈，他自己狡猾摔下去的，跟二弟没关系。这露台统共才2层高，摔一下能有多大事儿？他就是故意的，想陷害二弟。就是，谁让他自己站不稳，还说风凉话刺激雨柔，摔了也是活该。夫人，大小姐的心跳太微弱了，几乎摸不到。你胡说！刚才他还能说话，怎么会这样？救！给我救！救不回来，你们所有人都别想好过！还有微弱的室颤，立刻用除颤仪。苏总，救护车已经在路上了，到医院直接走绿色通道。这是顾老爷子生前留下的嘱托，顾氏集团重大决策我有否决权。从现在起，他即刻停职，名下所有股份、房产、银行卡全部冻结，禁足在家等候调查。顾振宏，你的董事长职权暂时冻结，所有签字文件一律无效，我都要看看今天谁敢替他说话。苏总，专家已经在手术室等着了。露台台阶的水渍我已经让人取样了，明显是有人故意撒的，监控也在调，证据跑不了。查一下顾雨柔今天上午的活动轨迹，精确到分钟，我要全部。一定要漠视。不过是放飞的风筝，怕你心痛才自由。我去休息一下。的线索在你手中。妈，志威，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窗外下着雨，房间里依旧很冷清，等着你出现，从来没改变。夫人，大小姐这次摔得不轻，多处脏器挫伤，心脏更是受到了剧烈撞击，本来就弱的底子彻底伤了根本，以后只能靠进口药和静养维持，绝对不能再受一点刺激，稍有不慎就很危险了。能不能留下来再陪我说次清醒？没事，有妈妈在，给你用最好的药，请最好的医生，一定把你养得好好的。妈，别费力气了，反正我在这个家也是多余的，不如让我回乡下，不碍他们的眼。大家都胡说什么？你是妈妈的命根子，什么多余不多余的？有妈妈在，谁也别想欺负你。志伟醒了，醒了就好，醒了就好。志伟，既然你没事了，这事就算了吧，都是一家人，闹到警察局也不好听。严昭也知道错了，你就大人有大量，别追究了。还有雨柔，这几天她也吓得不轻，茶饭不思的，天天哭。你看什么时候方便去跟她道个歉，安抚她一下，这事就彻底翻篇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女儿差点被你们儿子害死，你们居然让她去给一个养女道歉？顾振宏，你是不是脑子坏了？苏曼晴，你别得理不饶人。雨柔虽然不是亲生的，但也在我们家养了18年，早就是我们顾家的人了。倒是你这个女儿，刚回来就搞得家宅不宁，3天2头进医院，简直就是个灾星。我看你就是装的，摔一下能有多严重？不就是想博同情，害我被停职吗？我告诉你，顾志伟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说我装是吧？志威，来人，把他给我带出去！放开我！你们凭什么抓我？
苏曼欣，他是你儿子，你真要做的这么绝？儿子，这样的儿子我苏曼青要不起。顾振宏，既然你觉得我狠毒，觉得我女儿是灾星，那这日子也没必要过了。明天一早我就让律师把离婚协议送过来，顾氏集团该怎么分，我们法庭上见。顾氏能有今天，全靠苏曼琪和她娘家撑着。离了婚，顾家可什么都不是。不行，这婚不能离。曼琪，你别冲动，有话好好说。离婚这事儿可不能乱说。你们走吧，以后没我的允许，不准再踏进这个病房一步。顾先生，请吧。再吵下去，影响了顾小姐休养，后果你承担不起。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？这婚我离定了。离婚案相关材料提前准备好。另外，顾家老宅产房记录查到什么了？当年的接生护士有3个，其中2个已经联系不上了，剩下那个上周突发脑闹血去世了。死无对证。苏总，都安排好了。职位刚醒，喝点水润润嗓子。是那天下楼时蹭到的吗？妈，这回真能出院啦？我都安排好了。医生说你心肺指标稳住了，再住下去反而容易憋出病来。不过回了家也不能乱跑，得有人盯着，不能见风，不能碰动物毛，不能生气能累着。妈，这些我都背得下来了。知道就好。别以为回了别墅就能撒欢儿，你房间我让人重消毒了，地毯全换了新的，窗帘也换了防尘的。以后每天早晚都有护工给你测血压心率，不准嫌烦。不嫌烦。还有你爸那边的人，我不让他们靠近你。顾振宏、顾延泽、顾延霄，我已经下令了，谁都不准踏进你房间一步。要是有谁不长眼闯进来，你直接按床头铃叫人。知道。裴姬也在院门口安排了2个安保，24小时轮班。你踏出房门半步都有人跟着。妈妈不在的时候，你自己多留个心眼儿。总算有张像样的床了，医院那床板硬得我骨头都快散了。大小姐，您先把药吃了，医生说您心脉弱，这几天先别下床走动，有什么事儿按铃叫我就行。姐姐，你可算回来了！我听说你今天出院，特意炖了燕窝给你送来，快趁热尝尝。我盯了好久火候呢。你有心了。姐姐，你跟我客气什么呀？你是我姐姐嘛，我不对你好对谁好？你尝尝嘛，要是喜欢，我以后天天都给你炖。天天炖？当然啦，姐姐你多吃点，身子养好了，我这个当妹妹的才安心嘛。好。放着吧，我待会儿喝。姐姐，你好好休息啊，什么都别操心，有我在呢。有你在，我才更得操心。大小姐，这燕窝要给您热一热吗？不用，搁那儿吧，回头到了就是。是。又想耍什么花招？大小姐，医生说您心脉弱，得按时喝药补身子。这药是顾雨柔让你送来的。这药的气味不对，和我平时喝的不一样。顾雨柔怕是动了什么心思。
感觉怎么样？夫人，大小姐的药里被人换了不对症的药方，引发了急性心衰。是谁送的药？回夫人，是厨房帮工的小环，上周刚调到二小姐院里当差。把她带过来见我。夫人，不好了，小环不见了。听说是昨天下午就没人见过她，手机也打不通，八成是自己跑了。妈，小环一走线索就断了，她倒是算得准。顾之威，你别装了，不就是喝了碗补汤吗？至于闹得死人吗？我看你就是故意的，想陷害雨柔。我告诉你，今天你必须写下认罪书，承认是你自己故意陷害雨柔，不然我让你好看。来人，开门！这门怎么打不开了？二哥哥，别喊了，这层门禁卡我找人要了一张。雨柔，你有卡为什么不早点开门？顾之威，你命还真是硬啊！从露台摔下来没死，喝了补药也没死。不过没关系，反正你今天就要冻死在这里了。告诉你也无妨。你以为那些事儿是谁做的？从你进顾家大门那天起，我就没想让你活着。只有你这种废物，才会把希望全都托在男人身上。你嫉妒了？你嫉妒也没用。下辈子投胎记得睁大眼睛，别投成个病秧子短命鬼。二哥哥，姐姐好像快不行了，我们走吧。不可能，怎么会是他？你这些事真的是你做的？你怎么能做出这么恶毒的事？爸，大哥，不是的，是他逼我的，我是被冤枉的。这件事我会查清楚，把这两个人先请出去，监控和录音都留好，该交给谁就交给谁。不要，妈，我知道错了，妈，爸，救我，妈！好妹妹，你行行好，想想办法救二哥出去。你跟妈求情，他肯定听你的。你别碰我，都是你连累的我。苏总，冷库的录音和监控都留好了，证据链完整。另外，小环的失踪也查出了疑点，线索都指向顾雨柔。妈，儿子错了，是我猪油蒙了心，一直偏袒雨柔。您要罚就罚我吧，求您放过二弟，他也是一时糊涂。一时糊涂？他差点害死你亲妹妹，你管这叫一时糊涂？志伟，大哥对不起你，以前是我瞎了眼，以后我再也不会了。你原谅大哥好不好？苏总，医院门口来了一对夫妻，自称是顾雨柔的亲生父母，在门口撒泼闹事。妈，让他们进来吧，我倒想看看能生出顾雨柔这种女儿的人是个什么货色。你就是那个苏总，你凭什么把我女儿关进看守所？你们顾家仗势欺人，今天不赔钱没完，没有500万，这事儿没完。你女儿做的事，证据确凿，警察找她那叫依法办事。你在瞎说什么？这小孩子家闹着玩罢了，就算他有错，那也是你们顾家没教好。你们当年把顾雨柔换进顾家，不就是图她能过上好日子吗？现在她出事了，你们反倒跑来要钱。顾雨柔要是知道她有你们这样的父母，恐怕在看守所里都能气笑了。你个小贱人，胡说八道什么？都是你克的他，你怎么会死在外面？你死在外面，不就没这么多事了吗？你这个丧门星！再往前一步，别怪我不客气。你敢打我？这事儿传出去，我看你们顾家的脸往哪儿搁！
传出去如何？他们只会说教出这么个女儿的父母活该。你们当年买通产房换走孩子的事，真当没人查得出来？你胡说！什么换走孩子？我们听不懂。我母亲生产那天，顾家私立医院守卫森严，凭你们两个市井流氓，根本不可能混进去换走孩子，除非顾家内部有人帮忙。不知道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不知道没关系，有的是办法让你们知道。来人，把这2个人带下去，交给经侦和警方，好好查查当年的事。不能找我们！是有人给了我们钱，我们也是听人吩咐的。谁？我们不知道是谁，只知道是顾家老宅的人。别碰，8成是提前吃了什么东西想赖账，先叫医生。人还活着就没事，醒了再审。苏总，18年前产房的当班护士是老太太的远房亲戚，事发后就辞工回了老家，上个月刚收到一笔匿名汇款，他们夫妻的账户每年也有一笔钱从老宅私人账户转出。妈，是顾老太太。我也猜到是她。裴静，带上人跟我去顾家老宅。我也去。曼晴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带着这么多人闯长辈的宅子，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婆婆吗？婆婆，当年你亲手把知薇换走，扔去乡下自生自灭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你是她奶奶？是我换的又怎么样？那个灾星生下来就克我们顾家，八字硬的能克死长房满门。我把她送走，是为了顾家好。就因为一句算命的话，你就能亲手扔掉自己的亲孙女？这话到底是谁跟你说的？你别管是谁说的，总之你就是个灾星。雨柔比你强10000倍。我劝你还是说了吧，顾雨柔的亲生父母已经招了，银行流水和当年的人证我们也有，顺着线索查下去，早晚会查到那个人。你现在说出来，还能算个坦白？招了，他们怎么可能？我不知道，你们别想从我嘴里套出话来。那个人是你们惹不起的。我苏曼英活了40多年，还没遇上过我惹不起的人。无论是谁害了我女儿，我也照样让他付出代价。既然老太太不肯说，那就请她去警局说吧。带走。你敢？我是顾家的家主，你敢送我去坐牢？顾家的列祖列宗都不会放过你。顾家的列祖立宗要是知道你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，恐怕才会气得从棺材里爬出来。带走。慢着。苏总好大的威风啊！对付一个老人家，何必这么赶尽杀绝呢？林淑芬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正好来看看老朋友，没想到撞见苏总在这儿滥用私刑。怎么说也是顾家的老夫人，真送进警局，顾家的脸面还要不要了？林董倒是管得宽，我们顾家的家事就不劳林董费心了。家事？这可不是简单的家事啊！18年前的事我也略有耳闻。曼青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真把事情闹大了，对谁都不好。果然是他，从当年策划换走孩子到扶持顾雨柔，背后的人一直都是林淑妃。林董，这件事涉及原则问题，不是私了能解决的。裴记倒是好大的口气，一个律师出身的也敢在我妈面前摆谱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这个人我们保定了。林公子是打算妨碍公务，正好我这里正好有几份林氏非法竞争商业贿赂的材料，不如一起交给相关部门。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林董，顾老夫人这边你保不住，我劝你还是早点收手，免得把自己也搭进去。好，好得很，裴记，我记住你了。苏曼琴，别太得意，咱们走着瞧。他走了，就这么走了，带走吧。是他逼我的，是他给了我一大笔钱，我也是没办法。开慢点，稳一点。苏总，林淑芬今天特意露面，说明她急了。我估计她很快就会有大动作，大概率是针对顾氏集团的恶意收购。我知道。
他的安全，我负责。林氏最近在暗中集结资金，大概率是想在晚宴上制造混乱，同时对顾氏发动恶意收购。苏总，晚宴可以不去。不去，他就会到处散播我心虚怕事的谣言。这场局，我必须去。妈，我跟你去。他既然点名要我去，我不去，他反而会拿这事做文章。节奏正在跳跃，音乐在狂叫，我们曼年，你可算来了，芝薇今天真漂亮。来，我特意为你准备了补气血的果饮。这味道不对。林董费心了，只是我医生吩咐过，不能随便喝外面的东西，万一出了事，怕是要扫了大家的兴。是我考虑不周。那曼青，我们喝一杯。林淑芬，你我之间就不必来这一套了，有什么话直说吧。苏曼欣，你执掌这些年中饱私囊，掏空公司，今天在场的各位都是见证人，我劝你立刻交出顾氏控制权，接受调查。苏曼金，顾氏股价已经崩盘了，各大股东都签了股权转让协议，现在顾氏是我们林家的了。你要是识相，就乖乖签字退位，不然就等着坐牢吧。伪造证据，恶意做空，林淑妃，你这手段还是这么上不了台面。上不了台面又如何？胜者为王。今天你和你的病秧子女儿都别想竖着走出这个门。林董，你在这杯里加的东西，要不要当场检测一下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先天性心脏病10几年，什么药味我闻不出来，这味道不对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？别想栽赃我妈！来人，把他们两个控制起来！林公子想控制谁？裴寂，你想干什么？林氏恶意做空顾氏，伪造财务证据，涉及其他问题，证据我都已经提交给监管部门。各位警官，就是他们。林淑芬、林浩，请跟我们走一趟，配合调查。不可能！顾氏明明已经崩盘了，股东都倒戈了。苏总，我们从未想过背叛顾氏，之前配合林氏不过是将计就计，收集他们恶意收购的证据。你安插在顾氏的内鬼已经全部被控制了，你转移到海外的资产也已经被冻结，林氏集团已经完了。不可能！没事吧？有没有吓到？带走。半个月后，尘埃落定，林淑萍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了后果，林氏破产清算。顾老太太事后被家人接走，离开了顾家。顾振宏签了离婚协议，自己收拾东西走了。顾妍则想通了，带着顾妍霄离开了顾家。顾雨柔也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。苏曼青坐稳顾氏集团，而我成了唯一继承人。以前在巷子里的时候，我总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了，活一天算一天，没人疼没人管。可现在不一样了，我有妈妈，有人愿意站在我前面。我不是为了报复谁才走到今天的，我只是想好好活着，和真正在乎我的人在一起。专家说你的心脏情况比预想的稳定，只要好好调养，再过半年就可以尝试做介入手术，术后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，到时候你想去哪儿都可以。裴寂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不知道，就是第一眼看见你就想对你好。紫薇，你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吗？
答应我了，你真的答应我了。裴姐，你放我下来，我头晕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太高兴了，只为你真的答应了。好，以后你的人生我全包了，不议价，不退换，不接受差评。怎么站在这儿？别累着了。没事，就是看看。追过的夏天，仿佛从来你都在我视线。晚安前相约。你呀，算是被他吃得死死的了。妈，傻孩子，有人疼你妈高兴。从前妈总怕你身体不好没人照顾，现在有裴植在，妈也放心了。妈，以后咱们就安安稳稳的，不跟谁争，也不跟谁斗了。好，妈妈陪着你，往后只有好日子。我在你眼上靠近吧。